這個男人像大哥哥一樣親熱地拍了拍小帥的肩膀，可下一秒他卻掏出手槍，用最溫柔的語氣說出了最惡毒的話。原來小帥哥哥的死就是眼前这個叫泰勒的男人搞的鬼。在部隊裡，泰勒把繳獲的武器偷偷倒賣給黑幫，卻被小帥的哥哥發現。哥哥勸泰勒收手，可是在巨大的利益面前，泰勒已經不在乎良心。為了保密，他在一次任務中使壞，導致哥哥意外陣亡，然後又把一切都賴到了忠誠的狗狗身上。聽到這兒，小帥已經出奇的憤怒，可泰勒卻繼續威脅說，外面的警長是他的小弟，墨西哥黑幫是他的客戶，要是不想家人出事，小帥最好當做什麼也沒發生過。小帥沉默了，他雖然想給哥哥報仇，可也不想家人受到任何傷害。在卑鄙黑惡勢力面前，他僅僅是個手無寸鐵的孩子。泰勒嚇唬完小帥，又讓警長略施小計，把狗狗關進收容所。這樣一來，他就可以肆無忌憚地幹髒活了。晚上，小帥打電話告訴軍官，說泰勒是個好人，跟哥哥的死沒關係。然後他一個人躲進房間，艱難地消化着殘酷的真相。小帥騙得了別人，卻騙不了自己。悲哀和內疚像兩把鋒利的匕首，瘋狂地摧殘着他的內心。不過，小帥雖然妥協了，可父親卻沒有放棄。他察覺出大兒子的死並不像泰勒說的那麼簡單。可是小帥不肯對自己說實話，他只能獨自調查。深夜，父親來到倉庫，撞到泰勒在偷偷摸摸地運東西。他憤怒地上前質問，卻發現警長也居然在這裡。看到警長，父親放鬆了警惕。不料下一秒，一把手槍便對準了他。收容所裡，狗狗感應到家中有難，他越過高高的圍牆逃了出來，朝家的方向狂奔而去。在狗狗的帶領下，小帥和朋友連夜出發，進山尋找失蹤的父親。誰曾想，這一找就是一整夜。天亮了，一行人累得上气不接下氣。小美有些氣餒，說這樣根本找不到，不如先去找幫手。可看着狗狗着急的樣子，小帥有些猶豫。狗狗跑了一夜，滴水未進，一絲不苟地完成着他交代的任務，自己又怎麼能放棄呢？於是他們又繼續前進，跟着狗狗爬上山頂。功夫不負有心人，泰勒和父親果然在這兒。小美趕緊去找幫手，小帥和朋友則留下來監視泰勒的行動。然而萬萬沒想到，朋友的手機突然響了，月亮之上魔性的旋律在寂靜的山谷裡回盪。泰勒氣急敗壞，再次派出黑犬，發誓一定要把狗狗弄死。樹林裡，小帥和狗狗嚴陣以待，有上一次的經驗，他們根本不慌，戰鬥一觸即發。一番纏鬥過後，狗狗再次把黑犬引開。不過這一次，狗狗學聰明了，它仗着體力充沛，跑個不停，成功把黑犬累垮。趁黑犬喘氣的功夫，狗狗一個猛撲，把它撞下山坡，滾進了河裡。解決掉黑犬，狗狗火速找到汽車，救下父親。這時，小帥也趕了過來，不做耽擱，他們趕緊逃離現場。然而走到半路，泰勒就開車追上來。為了讓父親先走，小帥帶狗狗衝到車前，把車子引到小路上。小帥拼命蹬着單車，飛速衝下山坡。可他不知道，前面橫着一條萬丈深淵，減速已經來不及了。看見懸崖，小帥讓狗狗相信自己，他們一起加速。下一秒，小帥重重地摔倒在地，可狗狗卻腳下一滑，差點掉進深淵。後面的車子躲閃不及，直接衝下山路，發生了大爆炸。3個月後，小帥帶剛出院的狗狗來到哥哥的墓前，他輕撫狗狗的背，對哥哥說着心裡話。真相大白，壞人們得到了應有的懲罰。狗狗的忠誠和勇敢讓小帥學到了很多東西。未來的生活或許不會一帆風順，但只要有狗狗陪在身邊，他就能鼓起勇氣面對一切困難。